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大家有没有想过，当全球地缘政治紧张、航道封锁时，为什么原油价格不仅没有飙破每桶100美元，反而悄悄开启了下跌通道？最近，摩根大通发表了一份罕见的认错报告。他们坦诚，虽然成功预测了地缘政治的冲击，却彻底看错了油价的走向。因为实体需求的萎缩速度远超想象，加上西方商业库存并未如预期般消耗，摩根大通决定大幅下调原油预测，甚至预言2027年布兰特原油均价将跌至每桶64美元的低谷。为什么地缘风险还在，原油的100元美梦却提前碎裂？这场从100美元走向60美元定价机制的断崖路径，究竟会如何重塑全球的资金地图？摩根大通在报告中正式调降2026下半年与2027年的布兰特原油价格预测，预估2026年第三季均价为每桶86美元，第四季降至每桶80美元，年底收在每桶78美元，而2027全年均价将进一步重挫至每桶64美元。摩根大通核心观点是，原油市场的再平衡机制已发生本质变化，地缘政治引发的供应焦虑正被超乎预期的需求流失与高库存留存所抵消，油价上行空间已被彻底锁死。我们来拆解摩根大通做出这项重大修正的底层数据与逻辑。首先是 OECD 商业库存的抗跌性。摩根大通指出，在其原油定价模型中， OECD 商业库存的去化速度明显低于预期。华瑞认为，这代表全球实体原油供应并未如市场想象般紧张。尽管有地缘干扰，但非 OECD 国家的原油持续流入与供应链的灵活调整，让西方主要消费国得保持安全库存，削弱了推升油价的最强驱动力。其次是高油价引发的实质需求破坏。摩根大通数据显示，全球原油需求流失的规模显著大于预期。华瑞认为，这是一次典型的价格反噬效应。当油价长期维持在高位，实体产业与终端消费者会主动采取节能，转向替代能源或减少非必要支出，进而引发需求的永久性萎缩。这种需求流失一旦形成，就极难逆转，成为压垮油价长线牛市的致命稻草。最后是模型预测与远期曲线的交叉验证。摩根大通指出，其修正后的油价路径在2026年依然高于市场的远期曲线，但到了2027年将会实质性的跌破曲线。华瑞认为，这代表油价下行将呈现前慢后快的断崖式走势。2026下半年的价格仍受地缘溢价部分支撑，但随着2027年全球宏观经济增长放缓与新增产能释放，油价将加速向每桶64美元甚至60美元的底层成本机制靠拢。在这份报告中，华瑞认为市场最容易忽略的关键细节是地缘冲击与价格弹性的脱钩现象。投资人往往有一种直觉思维，认为有冲突、有封锁，油价就必须暴涨。但摩根大通的认错模型证实了，右侧的物理冲击确实发生了，但错误的定价预期却失效了。华瑞认为，这是因为全球能源市场的价格弹性已大幅提高，在新能源转型与能效提升的背景下，市场对传统化石燃料的依赖度正在结构性下降。这意味着地缘风险对油价的边际拉动效应正快速递减，未来油价的定价主导权将彻底重回需求约束的框架中。面对油价即将在2027年跌向每桶64美元的新格局，投资人该如何思考资产配置？华瑞认为应关注2个核心维度。第一是利润率结构性改善板块的重估机会。随着原油均价在2027年显著回落，航空、中下游化工、物流运输以及部分消费性产品的原材料成本将迎来断崖式下跌，这将直接带来主动型的利润率扩张与估值修复。第二是防范传统上游能源开采与高成本非传统能源板块的估值修正压力，不宜在油价景气度拐点向下时盲目高配传统资源股。我们应将全球 OECD 商业库存的每周变化速度以及全球主要进口国的实质能源需求数据作为评估油价下行通道是否加速的核心指标。总结来说，摩根大通这份认错报告为我们揭示了全球能源市场最真实的冷却真相，从100美元的梦碎到2027年64美元的成本定价机制。数据告诉我们，实体需求的流失比地缘喧嚣更具决定性。在这场宏观资产的重新定位中，看清成本下降带来的结构性红利，避开拥挤的旧资源泡沫，
才是最理性的配置防御。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